朋友，你见过机器人做手术吗？咱们印象中躺那儿让机器人开刀，好像是很吓人、很科幻的一件事儿。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现在的社会，机器人做手术已经普及了。你可能看到过手术机器人缝葡萄皮儿，它们其实还能钻进嘴巴、打进骨头，或者给你植发。每年世界上有1000多万台手术都是机器人做的，而且咱们国家的机器人是世界上最忙的，有一个一年做了888台，直接破了世界纪录了。可能以后万一你要做手术遇到的也是机器人，那这到底靠不靠谱啊？为啥要用机器人？机器人到底怎么做手术？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用机器人做手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说的手术机器人它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机器人自动给你做手术，它更像是一个辅助工具。就好比一般手术，医生也要用到手术刀嘛，那机器人就像一个加强版的手术刀，它在病人这边，然后医生在一个控制台那儿远远的操控它，医生怎么控制它就怎么动，就这么回事儿。那为什么要远程控制这个机器人，医生不直接上手呢？并不是所有手术医生都能直接到达现场，比如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在太空执行任务的宇航员等等。手术机器人这个概念最开始提出来，在1970几年，就是 NASA 为了方便宇航员远程做手术。但事实证明，大家想太远了。那时候的远程控制，你想，那速度根本不够嘛。那万一网卡了，医生操作有个滞后，那可是要命的。所以当时这个技术折腾了很多年，也没有用到太空上。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天才医生 Fred Moore， 他看到了这个初代手术机器人，一下就打开脑洞了。这个 Fred Moore 摩尔医生，大家都说他是医疗界的乔布斯。他觉着我们不要隔着老远操控这机器人，我们就坐在旁边控制它。你用机器人操作，一定比人手开刀效果更好。他创立了一家公司 Intuitive， 造出了一个产品，叫做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就是这个机器人现在一年能做1000万台手术。那为什么这个医疗乔布斯觉得手术机器人是未来呢？人类做手术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最开始所有手术都是开放手术，要用手术刀甚至是锯子划开一个很大的切口。后来20世纪末出现了微创手术，之前跟大家聊那个心脏导管术就是这时候发明的。但微创手术也有很多的局限，那个导管伸进去，它毕竟不像人手，那放个支架还趁手。要是我想在里面缝针，那咋做嘛？做不了，还得打开。而且医生操作的时候，他是看着一个显示屏，那个是很平面的一个 X 光画面，真的非常考验人经验。所以30年前，当摩尔医生第一次看到手术机器人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东西比导管趁手多了。你看它特别灵活，跟人手一样，还比人手强。因为这个机械手它绝对不会抖，而且机器人触手非常小，你进去的话，创口都在1厘米以内，都是微创。这个机器手上还可以放一个3D 的摄像头，医生可以立体的、身临其境的去操作机器人，而不是看一个平面画面，那就方便多了。这么一说，你是不是觉得，有道理是应该用机器人但是转念一想，还是有点怕怕的。你说这个机械触手它到底是一个通电的机器，那伸到我身体里到底能不能控制好咱们来看看这个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它到底是怎么做手术的。达芬奇机器人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是医生控制台，最上面是一个3维的高清内窥镜医生就跟打游戏一样，能身临其境的看到病人体内。中间是这个操作手柄下面有操作脚踏板，机器人的所有动作都要医生来手动控制。第二个是成像系统，里面有机器人的图像处理器，一般放在手术区外，由护士操作。第3个就是咱们做手术的机器人系统了。你看上面有4个机械臂，放着不同的工具都可以替换。这些工具比传统的手术器械要厉害得多。你像传统的工具就它只能进出旋转或者开合。但如果用机械臂呢，它其实有6个自由度，更像一个人手，它有这个手腕的力量，而且比人的手腕它活动范围还大，这就能让它在体内做缝线这种特别精密的活儿。这个达芬奇机器人最擅长的是腹腔镜手术，怎么做呢？手术的时候，这个主刀医生就像打 VR 游戏一样，坐在控制台这儿，眼睛沉浸式的看着身体里头，2个手各控制1根机械臂。
然后脚下呢会踩那个脚踏板来切换你用的到底是哪根机械臂，这样3根机械臂配合着，就3下5除2把那个胆囊剪掉啊，拎出来，然后机械手轻轻的做一个缝合就完事儿了。怎么样？是不是你也学会了？我好奇的查了一下啊，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啊，一般医生要练30到100个小时，然后还要观摩30台手术，你才能上去实际操作。因为这个机器它没有触觉传感，你必须得练到人机合一，感觉那个机械手就是自己的手才比较靠谱。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各种医生他们练习时的花式表演。只是啊，用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做手术是很贵的。这个机器人啊，一台要卖2000万，然后那个机械臂一根10万块钱，用10次就要换一根，所以它非常的烧钱。基本上用达芬奇做一台手术需要3万。但是不用担心，在去年我们国家已经开始把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纳入了医保，如果是做以上这4种手术就非常方便了。除了达芬奇，世界上还有好多其他的机器人。比如那种神经外科、眼科，就是最可怕的那一种，一个小机械手在你眼睛上动来动去。像 Fin 是设计眼科医疗器械的，平时也会练习在这个眼睛上操作。这种精密的手术啊，你千万不能手抖，人手稍微抖一下就很要命。但是如果我们用手术机器人呢，它可以缩小你的动作，你手动这么多了，它才会打开一点点，那我们就可以用平时的这个动作幅度来操作了，就非常方便了。还有像骨科，我们国家研发了一个很有名的机器人，叫天机机器人，它专门可以做各种复杂的骨科手术。那个机器人嘛，它比人更有劲儿，更精准。医生用它来做骨科手术啊，治疗效果就非常的好。但我觉得最实用的还是这种机器人，以后它的市场前景肯定特别好。未来的手术机器人会是什么样呢？到底会不会在未来某一天，手术机器人就彻底取代医生了呀？我觉得啊，如果是简单的缝针打针这种或许可以，但你要说涉及体内环境的这种大手术，每个人情况都很不一样，还是很难我们完全相信交给一个机器人去做的。所以不要担心，即使未来手术台上站的都是机器人，他们背后还是一个个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全权的保护着你。那今天关于手术机器人就先聊到这里。如果大家想看更多好玩科技背后的故事，请一定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